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，但长城说了是好参，你要想收，现在就收；你要想留，咱冬天给它盖上，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。俺就想告诉你爹，种参没有什么天谴。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参的人，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，好种好收，不许再谢谢昂。你把俺放下，你放，别踩到参苗子。上前头看看去。在俺大脚的帮衬下，参苗种的是越来越好。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，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这参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。慢点，柯兰。绣娘，快来！一转眼5年过去了，铁头虽然不认傻挑，却认下了柯了这个儿子。哎呀，柯了，又在秀文家睡了一夜啊？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？说想爹不？儿子，来，爹抱。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，取名叫封家明。日头光照得亮堂堂，小日本侵占了东北，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。那几年的灾情不断，涝灾之后是蝗灾，又遭遇了大旱。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，才勉强度过灾年。能入口的粮食，也是数着日子吃。可比旱情更严重的，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。易子而食。嫂子，这报上还说啥了？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，然后就是狗啃人，人在抓狗。俺这饭都吃不下了。有的吃就赶快吃吧。俺还听说呢，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，抢粮作恶。乱世啊，指不定出啥事儿呢。嫂子，咱不怕，咱家肯定有粮食。咱家不是有好几2吨的余粮吗？咱家人口少，就是今年真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咱也能扛过去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快打嘴吧，就不能说点好的？说今年大丰收啊？还有啊，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。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2吨余粮的？你看见了？没有的事儿。这连年灾荒的，地上粮食连50%都收不到，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。俺跟你说啊，咱家那2吨都半空了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俺骗你干啥呢？文典在外边，也不知道是咋样了，能不能有口吃的。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？他上封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究了吗？那搞究还能没吃的？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。那不写信，因为忙呗。能忙啥呀？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。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，写的那个潦草啊，3言2语的，就知道安排俺干这，安排俺干那，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儿。小子，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，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，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？他现在也上省城了，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，你不瞎想了啊？俺也没工夫想他。今天啊，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汉，要去束河打水浇地，俺得过去看看。那苗子都快蔫了，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。你跟俺一起去不？这浇地俺就不去了，俺不会，去了还碍事儿，俺就在家待着。俺在家也不闲着，俺帮您捋账。俺现在这账捋得可明白了。行，你捋账。
来，慢点啊！叔来了。哎，娘，我来了。都歇歇吧，来吃2口。哎，好。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，一人2个馍，1个参子汤，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。歇会儿，哎。要我说呀，还是秀秀的主意好。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，一家一家的浇，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2遍，是吧？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，哎呦，这第1遍还没浇完呢，枝头跟地呀就把这浇得稀干了。可是，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，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。哎，别抱，你看看，饭也吃吃了，活也干了，渴了，来，到奶奶这儿来，听见了？俺娘又来了些灾民，哎呦，他爹，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。婶子，不用，我看就是路过。他们也长眼睛了，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，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？呀，你没听说吗？有的人饿草去了，连那个树根啊、树皮都吃。那个大脚啊，哎，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。哎，哎呦，行。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，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。柱子哥，俺看你和俺一样，在地边搭个窝棚，晚上看着点。王二叔，凤四媳妇死了。啊，我咋死的？在家饿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哎呦，这半个月前，大脚还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、地瓜2掺粉呢。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？都知道他家可怜，不都从嘴上省下的，他咋能饿死呢？啊，俺省着点吃，他能扛上个把月呢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娘，你看他家明安，快去看看。好，这孙子咋饿死了呢？哎呦，别急啊！这么事啊，这是。娘，没办法，哭了。娘，你起来啊，娘，看看我娘，我放开！咋回事啊？俺们不都是送了参子和地瓜粉了吗？俺刚才问梅妹儿，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？这娘俩饱吃饱喝，几顿就吃没了。但娘跟她说，你吃饱了就躺着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这孩子饿得受不了，他就跑出去找吃的，结果回来一看，就没劲儿了。爹，父没主了，俺就给做个主。冯氏媳妇不像冯氏做了恶人，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薄棺材，跟冯氏一起合葬。这个孩子是冯家的，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，那就看看过去给谁家做个儿子。俺们要。爹，老四呢，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是吧？再说了，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，俺们养着。那就盖上吧。哎，张明呢？睡了。你少叹气，这都是你们欠俺们家的，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，俺哥也跑了，就得是你们家，吃穷你们家。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？
什么叫吃穷俺们家？来，200给你掰扯掰扯。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儿，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，是吧？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，对吧？俺们全家看你可怜，把你抱过来，管你吃，管你住，好话一句没有，歹话一大堆啊！谁教你的？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？行了，饭桌上不较字，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。俺又不是你的儿，你少管。哎，干嘛去？这孩子，好不好，将来也是个孽障啊！爹，他才多大的孩子呀，犯不着跟他较劲。四叔四婶子呀，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儿，没心思教孩子。这腻味没味儿，都跟野孩子一样。那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，就是跟咱有缘分，是啊。是啊，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，讽刺婶子在团练那个院子里绑着，没味儿都快饿死了。抱进来了，你又给洗澡，又给熬粥，又给剥鸡蛋，就是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，你倒闲了。谁说的给讽刺屋里头留个后啊？快吃。玩吧啊，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，好不？大脚，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。啥本事啊？俺就会种地。俺觉得啊，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，所以才让你教他呢。他可是你叔兄弟。是俺叔兄弟，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。俺就是想啊，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，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，学个糊口的本事，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。哎，俺肯定会教他，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。哎，睡了。这浇水这活儿，看着简单，要是不学也教不好。俺告诉你梅味儿，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。这一瓢子水下去，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，听到没有？俺教你。俺不学，俺也和像俺哥似的，不种田，到处去跑去玩。俺不用学种田。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？俺就是知道，他老给俺托梦，他不托梦，俺也知道，他早晚会来接俺。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，你们别费心了。晚上吃饭不？吃饭不？吃。吃就学。哎呦哇！看好了。不种地吃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？妈妈问的是。大脚。啊？文典，魏文典。铁头，文典。走走走。哎，铁头，黑了，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？哎呦，大脚，哎，秀秀，你现在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啊？这是俺儿子，你的儿子啊，你都当爹了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哎，乖。哎，正好你们都在，俺先通知你们啊，俺这次回来呀，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，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。也就是说啊，这往后你们的孩子，还有这方圆10里的孩子们，都有地方上学了。哎呦，小贾、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。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小头啊，想学认字不？没关系，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这回来教书啊，孩子们有福了。是。回家看了没？还没呢。快回去看看，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。对，俺就这么想，先回家看一眼，然后再去玩小坡道。
那行，你们忙，俺走了。哎，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。哎，拉呱，你也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。哎，俺去，你必须去，必须去。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，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，浑身有一把子劲儿。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，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，他加入了革命队伍，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。这都已经2天了，不去浇个水吗？这赛日咋都没影了？嫂子，嫂子，你可回来！苏苏，你咋回来了？俺回来了，你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小贾、新平，哎，进来吧。好嘞。嫂子不在家吗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，2天没回来了。？2天没回来了。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？嗯，只说是去浇地。俺去地里看了，俺没看见嫂子他们，只看到密汉在浇地。俺问了密汉，密汉也知不道。没看见。那老师，这忙活了半天还没给我们介绍呢。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啊，苏苏，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名，这位是苏苏，怎么称呼？你们问苏苏吧。叫俺苏苏姐吧。行，姐啊，进屋。哎，是文典回来了吗？嫂子，哎，苏苏，文典回来了。嫂子。呀，文典呢？真是你回来了！哎呀，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，俺还不信呢。少爷，小青，哎，你这咋变成这样了？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？这原来细皮嫩肉的，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？嫂子，俺们有的时候啊，要在田间搞教学，难免会被晒黑。但是您看现在啊，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？是，壮实了，壮实了。嫂子，刚刚听苏苏说您2天没回来了，啊，没遇到啥事儿吧？哎呀，能有啥事儿啊？小新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。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，后来俺看时辰还早，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账，结果就耽搁了2天，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。这，嫂子，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名啊，这是俺嫂子。嫂子好。哎，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，还没吃饭呢吧？没呢。小青，哎，快，这就去，屋里头坐啊！哎，小琴呐，进屋。哎，爹，你歇会儿吧。小点声，俺孙子睡觉。爹，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，但俺卖药材还是赚了点钱。哎呀，总共赚了4个大洋，俺想着留俩，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。哎呀，秀啊，你看，你看看，这几年秀秀种中药，可没少补贴家用。没有，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10多块了吧，买地的钱。嗨，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，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，让他摁下来。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，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。叫俺说着了吧？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。哎，是啊，大姐儿，你们放心啊，啥时候光景好了，俺一定去选块好地。也不多待会儿，都吃饱了吧？饱了，嫂子。哎，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。哎，嫂子。哎，俺走了。你上哪儿去啊？俺去晚小报道啊。俺回来啊，就是让您看看，也让您放心。这夏庄也没多远啊，都不能住家里吗？俺是带队老师，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，俺是有纪律的。您放心，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您。
小贾、金明，哎，你俩先去前面等啊。行，好嘞。那嫂子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来啊！苏苏，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，那行，过2天俺回来教你。哎，嫂子，现在灾情太严重了，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。这大旱再加上灾年，不少人都流离失所，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。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，尤其是粮食，一定要节约。嫂子知道，嫂子现在可省了，俺现在也不点菜了。好嘞，嫂子，那俺走了。能多回来2趟啊？一定的呀，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。慢点啊！好嘞。咋就不能在家住？哎，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，你跟文典一块儿吧。文典，走，俺干啥去？你男人回来了，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？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？哎呀，嫂子说过了，不会再逼你。嫂子说话算话的。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，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。俺现在去不合适。咋不合适？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呀。那文典哥的意思，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。俺去了咋办呢？啥咋办呢？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？行，俺答应你，俺可以去。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，再回来打包铺盖，行不？也行，明天你去看一眼，然后看都缺什么，回头叫小青啊，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。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大娘，您开门，可怜可怜俺们吧，大娘。头发你给口水。大娘，那村西头有个井，到那里喝去，管够哦，去吧。大娘，你发善心，大娘。俺娃是小儿卖女，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。不要钱，大娘，您就给口吃的就行。大娘，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们这家就饿死了，求你了，大娘。哦，你等着哈。几百，来别急，浪费了，你看，喝完了再来，喝完了你等着。哎呦，别进来，喝你。爹，你们干嘛呢？遇上这光景了，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。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，俺们吃什么呀？你们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再给人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干啥？走。哎呦，俺们也不是富户，俺里的活人呢。哎，那娃怎么不走啊？哎，大姐等等！哎，你那个娃不要了？来，跟着娘走。说好了，那个卖给您了。他叫锁柱，今年7岁了，您给口生的他就活了。俺们不要您的孩子，您带走吧。俺就是没来活了，俺也不回来找，您就留下吧。爹，这都卖孩子了，咱再给拿口吃的吧，娘。你说这日子可，咱把吃的给他们，咱们吃啥呀？再说了，这种人多了去了，你都管得过来吗？咱就管这一回。哎呀，赶紧走吧。拿着给孩子吃。快去！哎呦，快！咱再别找这事儿了啊！你看看刚才破门子
回了。姐姐给我吃的，没有吃的，你们别抓！没有吃的，没有吃的。没有吃的，别这样！郭贵阳，你咋了？柱子，郭贵阳咋了？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？一直闹病，还是没扛过去，享福去了。就是可怜郭贵妖了，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。来，嗯，俺再去给你热热吧。挺好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。啊？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？锁好了。哎呦，你都没看见，太惨了！就为了一口饭吃，要把孩子卖给咱。姐，哎，姐夫，哎，你咋来了？俺想佳明了，俺来看看他。佳明刚去他奶奶那屋，一会儿回来。你吃了吗？啊，吃过了。你坐会儿。姐，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贵妖了，他媳妇死了，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。郭贵妖好像变了个人，也不说俏皮话了。柱子哥说郭贵妖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。这郭贵妖媳妇儿没了，咋也不喊人帮忙呢？村里的规矩，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，不给停灵，早送走，早脱生。咋了？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俺就是想给你拉拉呱。啊，俺去灶间吃。哎，坐。你咋了？跟姐说说。其实也没啥事，俺不想说了。你赶紧说，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。这大晚上可乱了，都是灾民。姐，文典哥回来你知道不？俺知道呀。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啦。俺也不知道，他也不在家住。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，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。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，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。那姐可得问问你了，你心里咋想的？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，整天诗啊书啊，好像拿不起个儿。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，他爷们儿了，他好像长大了，他说话都有劲儿了。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。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，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，俺就想，如果他这次回来，俺就跟他分开，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。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，俺这心里就乱了。其实这说1000道1万呀，还是得看你得接受他，喜欢他才行。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，这次借着他回来，你再试试。那再试试？试试吧，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。哥嫂，在屋不？咋了这是？哥，嫂子，咋了？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啊，看他那样，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。开会啊？铁头说俺要开会，其实不是开啥会，俺就是想啊，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。俺先说一下俺自己，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并加入了共产党。小贾还有邢明他们是俺的战友。俺们这次回来呀，是以皖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，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。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，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？面对全国，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，黄河一带的泛滥，长江一带的干旱，
就连水乡泽国，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，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，遍地尸体。有些地方把吃人肉、卖人肉当成了营生，甚至出现了易死而死的情况。啥意思啊？那报纸上说了，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，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。啊？都成这样了啊？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，他们在忙着占地盘，他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。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，咱们只有起来反抗。你说咋干，俺们就跟着你干。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了，那就是不放粮，咋整？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。所以，为了防卫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，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。铁头，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，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。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，如果有需要，鲁南革命委员会第1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。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，没收财主的粮食，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。哎，太好了，俺听你的，你就放心吧，俺随时听你安排。文典，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？大家，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，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，放下武器，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。还有俺跟你去说服嫂子，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，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，李俊也能放，他都听俺爹的。苏苏，你说的意思都对。俺明白了，为了那些灾民，那些活生生的人，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。谢谢。哇，爹！哇，爹呀，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，什么马子啊，灾民，谁来俺都不怕。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的，能买3、4亩好地的价。娃子，你爹俺心惊肉跳的，你知不道？哎呀，这个也好啊，爹。哎，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，4、5家凑了吧？俺出的最多，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。爹，有这个在，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、想抢粮的人，遇着俺团练，都得绕道走。你多么？哎，我苗苗。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，俺也不怕走夜路。咱们这现在太乱了，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。你担心俺？苏苏，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。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俺会再次离开。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俺也不清楚。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。俺不能再耽误你了。你送俺回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啊？俺问你，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，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？俺姐说了，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，知根知底儿，你人也好。俺想了，这都是好话，俺该听。再说，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。哎，苏苏，俺不是那个意思。文典哥，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，你要有啥事儿，得跟嫂子商量。你回不？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。苏苏，
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俺就不进屋了，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。费文典，俺告诉你，你没耽误俺。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，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苏苏，嫂子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哎呀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咋才回来呀？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。俺就是去俺姐家了。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，上哪儿去？下回说一声，再带个人哈。文典哥送俺回来的，俺不怕。那文典呢？咋没跟你进来呀？文典哥开会去了，说有重要的事儿。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？不就教2个孩子写字儿吗？行了，赶快吃饭吧。嫂子，你再坐会儿，俺也有事要跟你说。睡了。睡了。还真让你说对了，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。哎，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？俺心里也没谱，但俺就是觉得，这粮食又不是土地，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，这粮食明年还能再长呢。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。你看那灾民，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，搁谁都看不下去。俺刚刚听文典说完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，给他讲这个道理。你要真想去，俺陪你去，给你壮胆。俺又不怕他，不用壮胆。俺就是觉得呀，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。他要是当面拒绝了俺，这杠上就不好了。俺想着，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，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儿。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，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。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，俺跟他说服你，俺姐说服俺爹，咱都帮帮那灾民，咱给他一口吃的，他们就活下来了，是吧？文典这回回来，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。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，就这事儿咱就该做。嫂子，那灾民多可怜呐，都快饿死了。那咱有粮，那咱就放出去啊。嫂子，您要是能开仓放粮，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。那传出去，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儿啊！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，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，这多好啊！俺稀罕你的匾额，俺没粮。咋能没粮呢？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。那要是真没有，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。去说，带上铺盖卷去说。胡子叔，上回大奶奶把药布架子腾出来之后，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？这咋还要运呢？大奶奶说了，家里不留，全都运走。不是，一点不留，咱吃啥？留2、3个月口粮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奶奶叫俺嘱咐你，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，更不能让大少爷知道，明白吧？啊，行，别说了，赶快看。耶，咋不进去啊？咋了？快断队儿了。
吃的那么快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你二舅逃难来咱家，一下多了3张嘴呀。还没走？你娘舍不得往外撵，她赖着不走，你说让我咋弄？这光景，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儿啊。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。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嘛？你就跟你娘说了，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，翻身掉下点渣儿，都够他们吃的。胡说八道！您又不是知不道，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，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！不是，那你求求他，你哄哄他，你肯定有办法啊！你跟他说点软话，要不然我教给你。他要不给你粮了，你就说你回娘家。你现在怀着他的种，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。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，你就不回来住了，你就饿着他的种。爹，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？我出的，我。轻轻吹帘过山谷，带我看那风尘的乡土。岁月一朝一夕的沉浮，使我心安处。万物有时生长于荣枯，不落幕生命的起舞，那样的明媚。我和万物，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我用随芒丈量，点一盏灯火回望。脊梁，托起不落的太阳，馈赠春光和麦浪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。